眼前这个女孩像牲口般被推搡进屋，屋内早已坐满了各种二代。当她再次被人发现时，她已经躺在水池中无气息。事情得追溯到几天前，韩国江南区流行一种地下酒吧，不只有色情交易，还搞着毒品生意。有个叫子涵的小姐突然接到了老大的电话，她刚想接电话，对面就发了条短信，说不赶快逃只有死路一条。子涵赶紧撑着身子钻进洗手间，先用手指催吐，接着猛抽自己脸颊保持清醒，甚至用头猛撞隔板，然后赶紧伪装一下准备逃离酒吧。但才走没几步，几个黑衣人立刻追上来了。子涵一急往马路对面冲，但车太多了，结果被来车撞了一下。尹老板背走了迷糊的珍妮，他最恨的就是面粉。确认黄毛偷偷交易后，直接揍了这小子一顿，然后手下上报情况。不止子涵神秘消失了，甄华联系不上了。老金在处理一起酒驾案，肇事者是市长的表外甥，领导的意思是赔点钱就完事。正直的老金怎能听从？他迅速倒出袋中狗粮，果然这小子藏了一包面粉。表外甥羞怒交加，抬手就打。老金不宠溺，一招就制服了他。尽管为民除害弹，但局长并未对他另眼相看。老金对这种情况早已司空见惯，这是因为他3年前处理过一个重大案件。那时老金领队封停了一家非法酒吧，并在一处隐秘的仓库内查获了大批面粉。与这起案件有莫大关联的正是重案组的成员，他们可以算是案件的幕后推手。结果手下的人对他的态度日渐冷淡，上级对他的态度也是如此。虽然表面上提拔了他，却被分配到了偏远的农村地区，让他去调查江南区的一起失踪事件。老金心里真的很不情愿，他请了1周时间考虑。出于好奇，他查了一下这个案子的相关新闻，有人目击拍到子涵慌慌张张地跑过马路，结果不慎被车撞了一下。就在那一刻，医院给打电话了，据医生说，老金的女儿一诺越来越焦虑了。治疗监控发现，他会突然扇自己的嘴巴，然后突然一头撞在桌子上。经验告诉我们，一般自杀过的人很可能会再有念头，因此即便父母很忙，也应该抽空关心孩子。老金在女儿病床边意外看到他手上有个哭泣的刺青，2天后一诺就能出院。老金高兴地准备接他回家，却没想到他突然提出一个请求，希望爸爸帮他找好友子涵。一诺住院期间找不到他，他始终不肯说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。我真的离不开他，1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。老金发现女儿跟子涵纹了同样的刺青，为了了解女儿的朋友圈，专门找过子涵一次，但对子涵的第一印象不太好，两人刚聊几句就吵起来了。后来女儿才透露，子涵其实有件事想求助，于是老金前往首尔总警署，请曾经的部下帮忙查一下子涵。依据居民档案显示，这孩子经历挺离谱的，不光因为多次盗窃和伤人被抓，还有很多难以计数的丑闻。老金把女儿的纹身给手下看，没想到手下觉得似曾相识，早年重案组就抓过一个做色情影片的败类，这人最近被释放了，不但没改过自新，还干起了偷拍。为了把他彻底清除掉，下属反复查看该混蛋所在区域的监控，发现一位神情恍惚的受害者和他有一样的纹身。结合监控录像显示，一个男的把女孩子抬走了，而他们旁边的人正是我们要找的子涵。老金也认了出来，抬走女孩的那个人就是3年前那个涉案的地下酒吧老板。因为这家伙既讨厌毒贩，还在警察面前狠揍了犯罪嫌疑人，因此老金决定把这个气人的家伙释放。尹老板某次找到黄毛，通过他得知了甄华的行踪，还说活动应该开始了。尹老板赶到酒店时，甄华已经断了气，站街女在酒店水池惨死，但尸体却神秘出现在地铁站。清理现场的人员发现了问题，迅速向组织者报告。意外的是，这位组织者竟是个超级明星。第2天，老金重返首尔警总上任，但对于他以前的公正公开，老同事们显得很不高兴。他们不仅拒绝共享调查资料，还希望他快点回老家去。为了快速查明女儿自杀原因，老金找到了3年前同样受害的同事，了解到归功就是尹老板。
在江南区经营皮条生意，因为他的一个女孩在地铁站死亡，街头的人都在追查这个人。关于其他情况，真的一无所知。另一方面，尹老板决心为死去的女孩报仇。正当他努力寻找方法时，电话一来，他们就在天桥下会面了。原来尹老板已经知道虐杀小姐姐的就是大明星俊瑞，因此急切想找这人算账。结果来的却是经纪人丧彪。丧彪提出只要交出珍妮，就能换一大笔赔偿金。尹老板因此大发雷霆，没想到大明星俊瑞会这么做。尹老板的妹妹偷偷录下了一些秘密的事，丧彪告诉他别着急，反正最终政府的大人物都会处理好。同时，新任检察官秀妍在调查中发现尹老板是涉案者，立刻向检察长报告。意外的是，检察长看过视频资料，坚决认为尹老板是凶手，命令赶快关闭案件，同时强调要和重案二组协作。重案二组负责的就是3年前的保护伞朱队长。在大明星那边，娱乐公司的总经理正在打他，连简单的拿回影片都办不到，原本就不应该选择那种人，规定3天内找到录像者和视频，否则自行承担后果。殊不知大明星俊瑞心里一直记仇，随即约出朱队长，不仅出资帮助他儿子出国深造，还赠送了一块昂贵的手表，明确表示今晚要除掉那个人。俗话说吃人嘴软，朱队长因此默许了这一举动。同时，在同事的帮助下，老金获悉今晚尹老板的计划。由于不清楚和经纪人丧彪见面的具体地点，只好选了车流最多的1、3站路等着。没过多久，就看到对面开来一辆面包车，坐在车里的人不仅面目凶恶，还手持武器，于是立刻跟上去。同时，尹老板和经纪人会面了。突然一辆车挡住了路，车子里跳下10几个戴面具的打手。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再凶的老虎也怕群狼。尹老板武艺虽好，轻松干掉几个，但对手人多势众，最终腹部被匕首刺中。这时老金驾车赶到，打开车门催他们快上车。他们俩暂时摆脱了危险。明星俊瑞也不闲着，得知经理常吃饭的地方后，派出训练多年的杀手去解决他，给董事长打了个电话，请求把江南区的生意交给自己。与此同时，朱队长不知怎地得到了消息，他率队拦截了老金的车，然后拔枪命令尹老板下车。老金觉得情形不对劲，迅速抢过白发同事的手枪，两伙人在桥上对峙起来。就在那一刻，检察官秀妍正巧路过，他的出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尹老板趁乱冲破老金的掩护，